众所周知，我们公司经常会举行像这样100人的游戏。你看这里有这么多人，那这些是你能够看到的，但是事实上还有很多幕后的故事或者幕后的开发是看不到的。这些对我们来说也是全新的流程。所以这一次我们想跟你分享一下我们过去做了这么多期。不是常规自媒体节目，而是类似于综艺和自媒体之间的这种类型节目踩过的坑，还有总结出的一些经验。我觉得不仅是做给你，也是我们内部的一个复盘。那正好这次对剧多多提供过很大帮助的 Como 对这个话题也很感兴趣，于是这一期我们一拍即合，欢迎来看看我们剧多多经过1年多进化之后的工作流。我们首先应该讲讲剧多多这个账号的定位，还有我们的思考。很多朋友觉得这是一个粉丝向的账号，但是我们恰恰认为这是相反的一点。其实它比影视飓风或者我们别的频道有更大的可能性。那怎么来形容这一点？我们可以按照我们公司内部的一个模型来给你看一下。当前的互联网内容，我们会把它按照2个维度分为4个象限：短视频、长视频、专业内容和大众内容。那你可以看到，影视飓风在专业内容长视频的板块一点点在这里，我们还有个专门做短评的账号在这里，而剧多多正好填上了这最后一个板块——大众内容短视频。看着不起眼，但是你也会发现，它就是受众最大的这么一个频道。所以我们前期一直在做各种尝试，探索除了粉丝爱看以外，大众到底爱看的视频是什么样的。那一直到躲猫猫系列的成功，为影视飓风拓展了新的内容形态，一个类似于短视频又类似于综艺的一个中间点。但是综艺是一个全新的内容，我们过去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过去我们拍摄现场类型的节目，可能只要涉及到几个人，架设1-2个机位，哪怕嘉宾说错了，再重新说一次就可以了。但是剧多多我们发现就完全不是这样，100个人同时发生100件事，而且只有1次机会，完全没有补救的办法。所以为了尽量不在正式拍摄的时候因为游戏玩法或者别的什么原因翻车，我们现在在前期加入了一项非常重要的环节，叫做内测。如果你要在学校组织一个大家玩的，或者公司办一个团建，我非常推荐你用类似的方法来试一下。我们会在正式开始拍摄前找一小部分人先来试玩一下，并且至少安排2次这样的内测，看他们觉得好不好玩，再根据内测结果不断记录去改进赛制。但是说白了，这只是在试玩找对应的 bug。我们仍然坚持所有的游戏都绝对没有剧本，所以确实也有可能出现你试玩很正常，但是真正玩的时候整场下来没有任何爆点的情况。那之前我们第1次转椅大赛还有蒙眼抓人都因为效果不够好，所以最终就没有上线。我们目前能做的就是让大家尽可能理解规则，让大家提前去想自己有哪些可以发挥的空间。像我们的编导会在内部拍这样一个小视频来讲一下规则，虽然会有些简陋，但是确实很有用。在物资箱捡取物资后，需要背在身上。点击捡取物资，扫描枪上的 AFC 片，已捡取加特林。那再从我们的设置流程来说，原本那些常规的板块都遇到了非常大的挑战。那比如影像和音频，对于这2个板块而言，我们遇到最大的挑战都是人太多了，我们没有办法给100个人同时加上机位和麦克风。所以我们目前解决思路是这样：先保证部分人的好音频、好画质，然后所有人都能被拍到。不同的游戏，大家可能会有不同的想法。那比如拿我们的转椅抓人游戏来说，有些人擅长手工，能够自己做道具，那么就会优先给这些人机位还有对应的麦克风。但是节目效果当然不可能全出在这些人身上，很多人也会有他们的高光时刻，所以我们会在场景里面多加上这样的机位，来确保大家都能被拍到。那覆盖不到的角度，我们还可以用到监控，其实效果吧也还可以。你在干嘛？那这种时候真的就是拍到比拍好更重要。而除了比较常规的固定和跟拍，我们还会有很多特殊视角的拍摄。你看像这些画面就分别是用无人机、机械臂、假高速相机、全景相机，装了运动相机的头盔或者背带拍出来的。那这些都能让节目的画面更丰富，也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我们的特点。那好的音频，其实我觉得可能比影像更重要的一点。其实专业的综艺会有很多的录音人员来负责确保嘉宾每个人的声音都是清晰的，但是我们只有1个录音师在现场，他没办法同时监听这么多人的音频，所以我们现在用了比较笨的办法，就是我们采购了很多个可以内录的小录音机，既可以单独收嘉宾的声音，也可以单独收集场景里的声音。不过因为没法实时监听，所以我们现在会用双备份的方案，你会看到有时候嘉宾身上会有2个麦克风。
那同时，这个小录音机也解决了另外一个比较难的问题。有时候你会看到我们跟拍的摄影师有一套很奇怪的大疆的 Pocket 3的改装方案，上面有一个麦克风，一个识码器。那正常的话，因为 Pocket 3只有个音频轨道，没法同时装这2样，我们就把位置让给了识码器。同时，我们外接了一个小的录音机，它自带识码的功能。只要这样给 Pocket 3上识码，再用这个录音机来录一个独立的声音，这样既可以录制外部高音质麦克风的声音，还可以保留时间码，这样后期可以一键合版，自动把视频和音频全部对到一起，超级方便。那当然，影像和音频这些是你能够看见的，其实还有一些板块是我们觉得剧多多这种游戏你可能很少注意到的，但是又特别重要的东西。熟悉我们的朋友可能会知道，我们内部会有一个协作的逻辑。简单来说，往往是一个编导领头给出需求，制片会负责来拆解这个需求，并且组织不同岗位的同事进入到这个团队。不过，因为剧多多制片会需要和更多的人沟通，做更多的琐碎的工作，所以他们会有这样一个 to do list， 什么人在什么时间做什么事，全部都一目了然。那我们拿剧多多刚发这个厨王争霸创业季来说，编导说，这次我要做烘焙，我需要4个厨房，那制片要做的就多，需要拉起我们的美术道具团队来加入，场地选在哪儿，怎么搭，用什么东西，选哪些厨具，这些都得让我们的美术和道具老师来操心。他不仅要考虑搭建场景，还得考虑摄影的光线、顾客的动线，道具对于现场效果的提升是超级巨大的。那我们公司现在甚至有个专门的道具间来做这些道具，如果买不到现成的，我们就会拿到这里来改装，或者对应的3D 打印。而往往执行项目的时间会比较紧张，我们必须要有些好的伙伴来帮助我们。那像这次我们做这个厨王争霸，多亏了 Como 和我们一起来共创这个节目，他们为我们设计了厨房，赞助了我们他们最新款的图灵 2.0 套系家电，像这套根据菜式自动调整火力的灶具，内置了 AI 菜谱的微蒸烤箱，让小白选手也能1秒做出大师级的美食。还有这台能够自动开关门的冰箱，在选手们端着东西不方便开门或是忘记关门的时候，就能派上大用场，省心又省力。这些实打实的 AI 科技让我们的效率拉满，所以真的非常非常感谢 Como。那再比如软件，这个会更复杂一些，本质上为一个视频做一个软件其实还是挺浪费的，所以软件团队会在编导的需求上会去想怎么能把这个软件做得更有意思，并且更高效一些。比如我们想把枪战的玩法变成真人版，就加上人脸识别，这样大家可以瞄准人脸击杀玩家，加上 NFC 就可以拾取特殊的道具，这些都需要开发。那之前很多朋友对我们这个软件很感兴趣，但是讲真的，我们发现内部拍一个综艺的软件和让几万个人同时玩的游戏，这就是不一样的难度，所以我们目前没有办法上线分享给你，但或许有一天我们有更多的软件或者程序老哥之后，我们可以做到。那等到前期工作全部准备就绪，我们现在正式的拍摄也即将拉开帷幕。打开冰箱，全开。其实正式录制的过程说真的不会很长，可能就1-2个小时。那有的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我们公司有时候是100个人，有时候是80个人？那我这一定得声明一下，不是我们开了20个人，真的是我们所有的游戏都是自愿参加的。有的人可能不感兴趣，有的人可能不一定有空，而且还有很多的工作人员在幕后支持的游戏的运营，但是他们也会瓜分一些奖金，我们不会让他们白干的。那怎么能让这么多工作人员实时的沟通呢？这其实也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以前我们用的是影视行业里面常用的这种叫做3方通话的东西，看着很帅，但是你只在室内拍吧，那还挺好的。但是，一旦场地扩展到整个园区，工作人员更多了，你会发现3方要么特别贵，要么无法覆盖整个游戏场地。所以现在我们发现比较简单的一个方法，也许你可以用的，就是用这样装有4G SIM 卡的对讲机，这样不管在哪里，大家都有信号，只要这样按一个按钮，说的话就可以传到工作人员的频道里面，内部就可以及时进行现场的协调。那在声音搞定的前提之下，我们现在要解决监看的问题。我们最近在尝试用监看的方案，就是把现场的多机位画面统一收进一个现场制作的切换台里面，编导只需要坐在屏幕前，就可以根据现场发生的情况进行实时的调度还有切换。在拍摄结束之后，还能按照编导的切换自动生成一个达芬奇的时间线，这样在前期就可以实现一个非常粗略的粗剪，对剪辑师来说是一个挺有用的东西。那录制完成之后，现在属于我们后期的噩梦就正式开始了。首先，我们公司数字影像工程师会收来所有的卡，这是一个很恐怖的数量，你可以看一看。然后我们会用这个读卡阵列来同时考10几张卡，但是即便是这样，如此庞大的素材量，也基本上考上4个小时以上才能完成备份，还有对应的文件归类。
那到了剪辑这里，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把素材进行合版。如果你做过综艺的话，你知道这个过程其实是超级恐怖的。很多综艺其实要花3天的时间献祭所有的实习生来做，这是世界上最痛苦的工作之一。那之前我们其实尝试过把现场所有录制的固定机位全部上这么一个识码器，来方便我们后面合版。但是我们发现这对效率的提升其实是不增反降的，毕竟有这么多机位在你眼前，其实看了等于没看。所以还不如像现在这样，我们把每个出镜的员工或者小队身上还有跟拍摄影师的机位先给对到一起。如果有需要的话，再去找场内固定的机位来丰富对应的画面。那还有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剪辑思路，我们内部叫做分块式剪辑。什么意思？就是永远把一个段落的块先剪得有趣，再来考虑我们怎么来做一个整故事。这对于像 vlog 或者别的这种随机类的内容，我相信对你剪辑很有用。那我们当前就会让好几个剪辑师每人负责几个块，然后先把一块一块变得有意思，再由编导来搭整体的框架，确认哪一块是值得被留到节目里面的。那事实上很多大型的综艺节目也是这么做的。我也可以透露一点，就是我不能明确说是哪个综艺，但是他们会有600个剪辑师来剪，每个人剪几个分块，听起来是很离谱的一个数字，但是真的就得靠这种分块式剪辑，他们可以做到100多个机位，3天之内把选秀综艺拍完之后就给剪出来出片，这是一个非常夸张的效率。所以如果你现在刚刚入行来开始看各个行业的剪辑的话，我想说综艺、自媒体和电影这3个剪辑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我们综合试下来以后，我觉得综艺剪辑是最累、最辛苦的，但是能把这个无序理成有序，我觉得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那正是因此，当前影视飓风我们也开始做一些分化，之后可能会分出专业的综艺型剪辑，从项目前期就开始深度参与项目，最好是可以直接在现场参与或者监看，这样在剪辑的时候才能对素材了如指掌。所以总的来说，虽然这次我们分享了很多设置上的技术方案，但是说到底，你看的是游戏好不好玩，根本不是技术方案怎么样，是视频好不好看，对吧？所以它只是一个工具，更多是为好的内容来服务的，我们很清楚这一点。但是实际上我们做下来会发现，做游戏和拍节目的逻辑完全不一样。我们当前遇到最大一个难点，就是现实里面大家玩得很开心的游戏，放到屏幕上别的人来看就没这么有趣了。尤其是现实中越激烈的运动或者身体对抗，会让现场的人很兴奋。但是节目不是这样，如果太多人同时处在这个状态，从观众视角来看就是纯粹的混乱。所以在保留节目真实性的基础之上，为了让整个节目能有叙事的逻辑，我们现在统计出了一个比较核心的点，就是对于这样游戏型的综艺来说，语言是最重要的。你必须得有语言去引出你的动作，才会让接下来的内容具有合理性。你可以对比一下这2段视频。开剪！我们这有几位剪辑师？全在这儿。别急，可好？好，不是无效啊！我有打分积积分码的。你看几个剪辑不会倒放，在我面前暴露无遗。你们不汗流浃背 ？Command R， 这是快捷键。对吧？还是挺明显的，可以看到语言会直接搭建起一个故事的骨架，用语言引出动作才会比较幽默，这就能形成一个完整的结构，也会更容易出节目效果。但是如果游戏的规则非常简单的话，那语言欠缺一些，观众也是可以理解的。比如躲猫猫，我所有的行为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找到躲藏的人，那这样我的动作就不需要有语言来解释。那事实上我们发现，游戏规则越简单，观众的理解门槛就越低，越容易在互联网上有个比较好的传播。游戏很火，因为它也是很简单的游戏，大家一下就知道这是在干嘛。那我们有的游戏最终的数据反馈其实，讲真的并不是很好，也是因为我们现在游戏的玩法其实在变得越来越复杂，这很大程度上并不利于视频的传播，所以我们也在反思，不断去减少我们的规则，回到之前那种比较简单的游戏模式。但是说真的，内容方面，我们目前觉得做的真的，还是不够好，我们还在探索的阶段。因为说真的，没有什么参考目标让我们去学习，所以我们目前有的时候难免会出现一些错误，希望你能够理解。但是如果你发现这些问题的话，请一定要告诉我们一直在根据你的意见去改进。当然，有像 MrBeast 这样的团队，其实我们觉得还是挺好的，给我们树立一个很高的标杆。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不想只做第2个 MrBeast， 而是一直在探索属于剧多多风格的节目，或者说属于中国人喜欢看的节目。我相信还是有很多有趣独特的内容没有被开发出来的。所以如果你有很多关于游戏的想法，想做游戏设计师，或者你想来做挑战更难的综艺剪辑，这些都可以给我们的官网投一份简历，来加入我们，一起来做更为好玩的游戏。那么最后再次感谢 Como 对于我们的支持，我们始终以无限进步作为我们的座右铭，不断精进我们的创作。而以 AI 科技引领行业趋势的 Como 也始终秉承进取卓越的理念，在技术的浪潮中勇攀高峰，将前沿的 AI 科技融入每一款精致造物的产品之中，为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AI 家电，还有全屋智能体验。
所以这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讲的东西有点多。如果你喜欢的话，也请我们给我们点到分享转发，也可以发给你需要的朋友们看一看。我们剧多多最新的节目已经在全平台上线，如果有兴趣的话，也欢迎去看看那期节目。那么我们下次见。